公然炒作900枚核弹，日本奢求通过中国松绑，专家给提了一个醒，让解放军接收到一个信号。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近日渲染，当前中国正在大范围并且迅速的增强核武，那么已经成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而同日，日本媒体炒作中国考虑到2035年要将核弹头的数量扩到900枚。过去一段时间，日本方面明显的加大了针对中国的力度。在此之前，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由于与美军的对立面在日益激化，中国军队正在研究到2035年将核弹头要从300增加到900，并且扬言说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可能会发生改变。随后，松野博一在接受采访时虽然说着不便对这一报道进行评论，可转眼又表示，在中国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中国在大范围增强包括核武在内的军事数量和质量，因此日本方面对中国的这种非常危险的动向很关切，甚至除了日本，世界其他国家也很关切。而对于这种明显针对中国炒作和渲染，如果对方是日本的话，我国实际上一点都不意外。可以说，即便是现在，日本也仍然存在着对中国极大的敌意，只不过这些年来在美国的庇护之下隐藏了起来。线下，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日本表面上是为了讨好美国，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才如此积极地将枪口对准中国。可时间长了，终究是要暴露的。去年12月份，日本正式通过了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国家防卫战略，还有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3份安保政策文件。在这3份文件当中日本明确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对外还计划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如果说日本此前在偷摸发展军事是小打小闹，那如今这一动向标志着日本防卫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向。除此之外，也标志着日本将摒弃从前专守防卫的政策路线，以及背离和平宪法的理念。这么一来必然会给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援引日本前山口大学副校长的话来说，3份安保文件代表着日本正在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而这是一种新的军国主义。不得不承认，日本是聪明的。很多时候在外界看来，日本都是在美国的教唆下逐渐把中国的很多举动扭曲为对日本的威胁，可其实日本恰恰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掩饰自己的军事野心。只有对中国叫嚣声大了，针对性强了，美国才有可能给日本解绑。自2战后，日本像是在受到美国的保护，但只有日本自己知道，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控制。因此现在就有了这么个机会，利用中国来为自己松绑。以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该国很可能会为日本进一步攻击中国放松对日本的控制。只要美国对日本松绑了，那么日本的目的自然它也就达到了，届时大可光明正大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而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就表示，中国已经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府。日本之所以还指责中国，无非就是想借此给自己松个绑。日本的野心到了今天已经不难猜了，只是该国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利用中国来给自己松绑，无端炒作中国核弹头的数量，这样只会让解放军接收到一个信号，那就是相比美国，日本的疯狂程度让该国更欠揍。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